OK， 这里是2K 实验室，我是 Sting， 我是 The Griffin。我们今天来教防守。防守可以说是在2K 里面也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你进攻很不顺的话，其实你防守如果防得好，你其实可以打很多反击快攻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是可以自己创造赢球机会。那如果你今天对防守没有任何概念，或是你没有系统性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一集看到最后，对你帮助一定会很大。这样。好，那自定面板设定呢，其实有很多 bug， 因为呢，如果你会用的话，你会发觉说对面完全不知道你在操控谁。怎么说呢？好，球员指示器，有看到 MB 现在底下有一条圈圈，这个就显示说我在操控谁，这样。就比如说我在操控 MB， 我要让对手不知道我在操控谁，那我就把它关掉，这很重要。对，那你自己知道你在操控谁就好了。载质的图示也全部关掉，这个伤病也关掉，这个也关掉，因为都让对方知道说你的体力调整多少。对，反正你那个球员累，你自己会知道。好，持球者显示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控谁，那个持球者的名字就会出来。像我在跟他对打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有把这个开起来，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他在用谁，我就可以先去掏他，或者先去防他这样。应该说你就是我知道你防守要用谁，我就知道你会用这来补防嘛，那个人就会有空档嘛，我就传给那个人就好了。对，反正就是你最好不要让对方知道是谁的话，就这个关掉。那你自己要知道你在用谁。对，因为一开始关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会超级不习惯，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都要全部关掉。就是对面会不知道你防守谁，你在操控谁。因为如果是对面的话，其实知道你在操控谁，其实优势超大。而且自己防守控制的那个人一定比较烂。这个很适合虐你的同学或是你的朋友。你突然用这招，对面就说哇，我要进攻谁？对，不知道我要进攻谁？或是为什么你的持球者全部都没显示？全部都关掉。对，这个就是教你们一些技巧这样。Payball， 对 ，Payball， 很重要的 Payball。所以再讲一次，球员指示器、还有加速疲劳计量表、伤病图示、载质能力，还有持球者显示都可以把它关掉。可是你关掉的时候会有一点阵痛期，就是你还可以慢慢去适应。其实这个没有说很难适应，你只要知道你在用谁就好了。那我们先来教防守设定。我自己觉得2K 的防守其实可以选很多种防守的策略去防守你的对手。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2K 的电脑很白痴，它有可能会不按照你的想法去走。就是你有可能没有让他补防，但他去补防了。所以一个最重要的点，先到比赛计划，然后按教练参数设定，按进去，里面就会有协助防守，绝对要把它给关掉。你可以什么都不调，什么防守设定都不调，可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关掉。你调成0啊，一定要调成0，调成0之后，你才去调整你其他的一些细节的防守设定。然后战术执行频率，我觉得也可以调成0，这也要调整0啊。你一定希望你操控这个球队的趴数变高，就你希望你完整操控这个球队，不要电脑在那边乱防啊，什么乱做一些动作之类的。就是这些都关掉，就是电脑就乖乖听你的话，乖乖听你的话，站在原地，你可以完全的 handle 这个球队，就是你在当那个总管，你的教练，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对。然后再来就是最复杂，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设定，大家都看不懂的防守设定。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个，对持球者施压。我觉得上一代在2K24的时候，在线上比赛，你用压制、紧逼其实超好用，它就会贴着你，贴死你。就是如果你那个 POA 防守是好的，你基本很难运球。可是，在2K25，我觉得这个就没什么用。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设定的话，其实我觉得适当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调的难度比较低，像什么线上是全明星嘛，全明星模式的话，其实你可以用紧逼，就是让它没有那么容易挺人头。然后压制我觉得不要了，就是压制的话随随便便一个 crossover 一个转身就过了。所以我们对持球者施压，我们建议是适当；对无球者施压的话，我们建议是适当。因为像之前我们几支影片讲过说，就是他很爱用切入篮下嘛，然后你又不希望那个人会外弹3分，所以适当是最好，同时兼顾爱切入篮下还有外弹3分的选项。就中间呐，然后逼迫持球方向，我觉得没什么用。如果你调中间或是底线，电脑很白痴，站随便一个地方，你随便就知道怎么过它了。所以这个不要调整。然后再来持球者掩护，还有持球者掩护中锋的差别就是，持球者掩护是指，假如你是 SGA， 你叫2、3、4号位来挡拆的话，他就会吃这个设定。然后如果你是叫中锋，就 L1 那个球员来做挡拆的话，他就会吃这个设定。这是这两个的差别。然后这个掩阻也是一样。所以持球者掩护其实最重要看你防守的那个人他的3分好不好。如果要3分好的话，你就个身前绕行，像 Curry 啊 Damian Lillard 那个投篮包是好，他可以马上投篮的话，用身前。然后如果那个人他3分没有说很稳定，或者他3分不是否他的主要进攻选项的话，像 SGA 他觉得最主要是中距离，你可以用身后。然后我们建议都是用身前了。持球者掩护还有掩阻，其实它是有时间上的差别。在挡拆过程中，持球者掩护它是第一个发生的，它的时间线是什么？就它是在，假如我随便叫个人挡拆，这样子。这个动作结束完之后，它这个设定就结束了，它的时间线只到这边，
一撞到他就结束了，一撞到他，你那个设定的功效就用完了，然后剩下的操控是在眼组这边，然后眼组就是守掩护者的那个人，他怎么去做防守，无眼组就是他完全不理他。你看，我就 SGA 叫挡拆，他完全不会去理我 SGA， 就是我叫 Chet Holmgren 来挡拆的话，他就只会理我 Chet Holmgren， 完全不会理我 SGA。这边叫个挡拆，外弹，他就完全不会理我。对，然后就你看，他就像智障一样，他连动都不动。对，你看真的在干嘛？真的他就很爱我的 Chet Holmgren，他就不理我，我 SGA 就进去，他就看着他，然后就不理我。就直接进去了，反正无眼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温和眼组就是他会花3成的力去理我的 SGA， 然后最后再回去，然后最后再回去 Holmgren。然后强硬眼组就是他花7到8成的力去理我 SGA， 就等于是秀出去，撞一下我 SGA， 然后再回去。然后包夹就是100%了，就是直接去帮你 SGA， 直接帮我 SGA 嘛。然后保卫眼组就是5成，就是最中间值。如果那个进攻者，就假如是他会叫 Turner， 有时候是切入。有时候外弹，你没办法一瞬间知道他是做什么事情的话，你用保卫眼组是最好的。这就是2、3、4号位的挡拆啊。如果是中锋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调一样，就是深浅，然后保卫眼组，然后再来就是贴防掩护。贴防掩护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建立在中锋眼组完之后，他去贴防回挡拆者的速度。贴防掩护有总是只在荧幕上重布，总是就是 Turner 会马上回去贴防我的 Chet Holmgren， 然后只在荧幕上他会用50%的力去贴防我的 Chet Holmgren， 然后重布就是完全不理我的 Chet Holmgren， 完全来贴防我的 SGA。所以不要弄这个哦，绝对不要重布。如果你用重布的话，随随便便你给我挡拆3分，你就要死掉。所以我们推荐是总是，他会马上去贴防 Chet Holmgren， 让他不要外拆3分。无球掩护就是看他会很爱叫战术嘛，其实就深浅了，因为战术到最后都是爬爆，想要有一个3分空档去投球，所以最好还是深浅绕行。然后背篮防守其实看你个人，其实都可以，因为现在很少人打低位。对啊，低位很难打的啦，其实就自动其实就好了。然后外线双人包夹是，我觉得建议也是手动的，就你想要包夹再包夹就好，没必要去调这些东西，除非你想搞它。然后其实双人包夹你可以包夹啦，可是最终还是自己手动比较好一点啦。对啊，电脑就很白痴嘛，你要自己完整操作球队比较好一点。然后这无球掩换防，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就建议后卫换防啊，对，后卫换防比较好，后卫比较能追到外线嘛。然后最重要的这个掩护协防、持球者切入协防，还有无球者切入协防，拜托，不协防，全部都不要让他协防，因为电脑会乱协防。就算他协防是对的位置，你不知道他是从那个地方来还是从哪边来，他会乱来。他不知道你要用哪个球员啊。对，如果你没有调这个的话，你看，如果调自动，好，那我叫球员来挡拆，然后他就会有一个人过来哦。他就你看豆特，对，豆特就过来了，我就可以传出去。对，你就传出去，然后就空档了。这种东西我们希望调不协防，就是因为现在看这边，哈利波特在右边45度角打挡拆，你不知道他是 Dort 来补防还是 Caruso 来补防，你不知道，而且他的时机不一定，他会来补防是判定你的中锋没有守住 Turner 或者没有守住 Haliburton， 他就会判定来补防。可是你有可能你觉得啊，我守住啦，可是他就来了，然后他来了，然后他就空档，然后我就可以传给他，他就传给他了，然后他进球，你就想说，干电脑是白痴啊！我打一次，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就看哪个人会来补防，我就传给哪个人。好，这豆特来喽，拜拜！你看这怎样？我明明就守住了，我随便切，然后就会有外线的人过来补防，那我就一堆空档可以让我。就是应该说你在打线上比赛或打线比赛，你最不希望露出的就是底角3分，真的，底角3就是最容易，然后加成又最高，然后最容易进。然后重点是你看到豆特来补防，那 Caruso 也没有过去啊，对，就很白痴啊！你看。你要打完之后啊，我明明守住了，豆特就过来。通常是 Caruso 要去过去啊，可是你如果全部相信电脑的话，他就不会补防这个人啊。所以绝对拜托不要协防，这个是最重要调的。然后运球、递手、传球，还有背挡掩护、无球掩护，其实我去看电脑就好了。或是你想要换位，其实也是可以的。可换位就是在场上造成错防，然后如果对面会打的话，他打你错防那个点。所以尽量还是就自动就好了。然后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攻防转换防守，严防3分。如果你打现役比赛的话，你最不希望造成的就是快攻3分。对，你快攻3分超伤，就是一来一回，你如果一球2分没进，然后对面快攻，然后3分就是5分差距。这是5分差距真的太伤了。所以严防3分。好，然后呢，我们针对一些比较个人，像 Harris 是不会投外线，所以我就直接用间距，甚至有时候是我会直接不管他们，不重要的人，不管他们，他那个中文翻译这叫什么？这歧视，我就是不管你的进攻，我就觉得你进攻超烂，不管他们。对，然后我就用这种人去当协防者，一直去协防 SGA。
反正他没有进攻能力嘛。骑士就是骑士嘛，没办法，你就算内线篮板再好，你没有内线进攻，你就是不重要，你就是在2K 里面就是不重要。在现役其实是这样，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防守好的人像狗贝会被 DNP， 教练就不信任他，因为进攻就很卡，很卡，那开始台上一场就很卡，就很卡，对，很有用。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教怎么样自己主动换防。我控的是 SGA， 我如果想要叫 Caruso 来守 Haliburton 的话，我就按叉，靠近他，按叉长按，他就过来。再示范一次，你看，如果现在我想要去换 Dot， 我 SGA 想要去换 Dot， 我就按叉长按 ，Dot 就跟我互换这样。比如说，好，我们换破洞上来，随便找一个防守最烂的，然后这个 Flagger， 然后把 SGA 换掉。好，就比如说啊，你现在要过来，对你过来。好，我要去叫 Holmgren 来帮我守 ，Holmgren 帮我守，然后我就这样子，他就逃走。对，如果你是场上破洞，你不想不要打的话，你就让他一直逃跑。你看他现在守 Siakam， 换 Siakam 过来，那我就换人，我就换人。你看他要换走了，要换去守他了。你看，我就叫 Nema 过来，我走过去。你看，他就一直在离脚，这个很重要，很强哦，很强。我们叫 X 转换，他转换，他剔除，X 转换，藏起来。OK。好，那我们先来分析球队，分析哪一队呢？上一季的冠军球队雷霆队。雷霆队这个基底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整个雷霆队就是有3又有 D 又有篮板，然后有进攻，又有 MVP， 又有 POA， 又有罚球。先发呢，因为2K 的阵容来说，他们会自己把 Caruso 放下去。可是 Caruso 是先发等级，他在例行赛的时候都没来上场，季后赛上的时间在增加。真的，所以我会直接把 Harrison 放下去了。然后你看哦，我3个 POA， 他也可以当我 POA。SGA 就是 MVP， 就 MVP 啊，对啊，他就是那个吧 ，NBA 亲儿子吧，2K26封面吧，99。他真的很全能，他唯一比较弱的弱项就是3分没法飘的，飘投不好他中距离切入要犯全能。他呢就是我的 POA， 通常一个队就一个 POA， 雷霆队3个，你随便防守都可以，你根本不要调防守，他都很强。他每个都是超聪明，你看他主攻70，19670然后速度82防守稳定95，湖人精品，跟超强这个 DPOY 一样的东西，有没有发觉跟 Caruso 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他分内线防守比较好，所以我会把它摆成在3号位。可是豆德真的硬就是他内线顶防是可以顶得了那种弱一点点的低位进攻者，Siakam都有可能挡得住。有可能，就因为他很壮，小钢炮，力量70，那 Caruso 31，就是看这个啊。对，所以我会把它摆成我的小前锋。这个人就是不2号进攻手嘛。你可以看对面的 POA 守谁，他如果守 SGA， 你就用 JW 打；他如果守 JW， 你就用 SGA 打。香，哇，这队真的很爽，就是你随随便便你就有超级人，你就莫名其妙，球是我的，球是我，你怎么会传到我手上？然后他小 AD 嘛，他在现实中顶不了 Jokic 吗？顶不了，但在2K 中随随便便就顶。Jokic 可能打他一球打进了之后，然后 Jokic 的体力就从100变90。对，因为他在低位顶防会耗很多体力嘛。2K 防守前3强嘛，AD、王曼央嘛，第3就他了。对，我们就是要速度快，然后会主攻，对，会3分，超强啦！而且进去3分也可以用他进攻，而且他进攻也没有说像现实中那么烂，在2K 中还蛮强。对，而且然后当那个底角射手好用。我们先发5人就是这样摆啦，建议不要把那个 Harrison 摆上来。Harrison 的那个属性在2K 里面就是烂，在2K 里面你中锋没有外线，除非你是低位机器，不然就是没办法摆到，就是你就不用上来。对。好，来替补，我们现在来讲替补。雷霆队有个缺点就是替补的2号控没有说很强。如果你硬要把控球拿下来的话，你把这支拉上去，然后 JW 下来。对，JW 打2阵，然后这支上去当 JW 的点。好，那我们现在先建立在 JW 先发。如果 JW 是先发的话呢，那就是他就是我替补。就 Cason Wallace，没错就。所以就这2支啊，这2支就是我的1号、2号了。对，你看这个就是定点投篮，然后我用他无传说跑位。Buddy Hield。那这个呢，小 Buddy Hield， 大 Buddy Hield， 不错。不然再帮我 B 加OK 堪用。重点是这里咯，越南人 Jalen Williams， 其实他蛮强的，就是奇效，因为他外线还算准 ，A 减还可以吧？可以了。Harrison 如果是我5号的话，我就会用他打4号，对，延展4号。然后 Harrison 这里就很重要了，他的抛投在2K 里面完全用不出来，2K25没有抛投这个选项，你基本上不能把它当成主要进攻，你进了赛的。你不是低位机器，他如果上来的话，你就只能每一波都打到挡拆就看对面的替补中锋是谁反正对面替补中锋他几乎可以虐了。对啊，他其实也是先发中锋只是我们在2K 里面他不能摆先发因为全红滚就够用。因为在上一季的时候，雷霆队打小牛队的时候，他只有全红滚的时候，他其实会被爆板，但在2K 里面全红滚不会被爆板，所以他先发5号会超够用。所以替补呢，我就会 Wallace、Joe、
Williams 泰泰斯莱哦然后还有一个隐藏人物嘛 ，Jane 在2K 的秘密武器都是手长脚长速度快，然后高，然后有3分，有3分，他就像谁？Bobo 就很超强，就是对面不知道他是谁，对面不知道他会投3分，然后速度很快，防守很好。虽然你看他总评74，但他真的很强，他很强。你看他主攻就62，速度78就够了，真的够，速度快，有身高，有臂展，有外线。超强，他如果在全红滚累的时候，他可以上来顶一顶，挡个10几分钟其实可以的。好，这集就是我们的防守教学，还有雷霆队的分析。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如果还想要看我们讲哪一支球队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你想要讲那队的话，你可以在留言上面按赞。看谁的战术多，我们就先讲那一队。那这集就到这边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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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